新的一天，10月，今天10月20几号了，10月28号了，我的快递终于拿到了。前天买了一个，昨天到的，结果坏的。昨天我又新买了一个，今天到。昨天买的时候在地图上随便挑了一个千位交汇之处的一个酒店，然后给送到这酒店前台这儿来了。早上起来以后就驱车3公里，终于来到这儿拿到我的快递。这次我再试一下，别再又给我拽的掉头了，好像是没问题。昨天那个新杆子，我就用了几次呀？我感觉我就拉了4、5次吧，结果最后一次这样一拉，它前面这个头，它直接掉了，应该先。这次要敢掉，我就把它给砸了，我跟你说。OK， 非常 nice。拿上新的自拍杆，继续出发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赵硕，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陕西省的宝鸡市。昨天兜转了秦雍城遗址，然后下午的时候来到这千位交汇之地。今天我打算出发之前往西走回头路12公里，去看一看宝鸡市的青铜器博物馆。路上黄叶纷纷，路边的法国梧桐、悬铃木，叶子已经是黄绿相间。宝鸡市所处的位置是整个关中平原的最西端，然后它整个城市的这个布局，也就是沿着东西走向的渭河河谷而分布的。东西非常的狭长，东西跨度至少在30公里，所以这从东往西随便去个地方，距离非常的恐怖。太古大桥跨越渭河。宝鸡不但是青铜器之都，同时也是钛都，因为宝鸡的钛金属的产业还是相当发达。之前我记得我有一次骑自行车上到这南边秦岭深山里面去溜达，山里面咚咚咚的在放炮，应该就是在搞钛金属。哇，起风了，黄叶纷纷落。中国烟草陕西中烟工业集团宝鸡卷烟厂。宝鸡卷烟厂原来是独立的，现在都收归陕西中烟了。宝鸡卷烟厂有一款特别我印象深刻的烟，叫金丝猴。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外爷就喜欢抽这支烟。那个时候是几年啊？01年吧，01年、02年。那个时候一包金丝猴是卖2块钱。还有就是好猫那个烟，好猫那个烟我没怎么抽过，感觉不好抽。不过名字不错，是吧？黑猫白猫，能冒烟的就是好猫。这一段那个渭河水流速慢下来了，水一下就清澈了。看渭河北岸的岸边上站了一大群的鸬鹚啊，晒太阳呢。渭河之水天水来，奔流向东不复回。哦呦，真的是大变样啊，都快不认识了。中国青铜器博物院，哦，相当壮观。下午的1点钟，正式到这儿了。中国青铜器博物院，以前好像是叫宝鸡青铜器博物馆，现在改名了。这个馆就位于这渭河南岸的这个坡地之上。它竟然是面向东的，我以前一直以为它是面向南的，还是我记错了。
进去瞧瞧。这个博物馆我以前来这儿远远的瞄过几眼，但那个时候它还没有改名，那个时候它还叫宝鸡青铜器博物馆，而且这个博物馆周围也没有修的这么的漂亮，那个时候只有单单的一个博物馆在这儿，比较孤单。没想到几年不见，它都升级了，现在升级成为中国青铜器博物院了。我的天哪，这博物馆用了多少这大石头啊？这是花岗岩还是什么？花岗岩。你看它整个，那全是拿花岗岩做的，像一个石头城堡一样。今天我也来长长见识，以前远远的看过，但没有进来参观过。这个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一个以青铜器命名的一个博物馆，国家一级博物馆。听说里面光那个一级文物就有120多件，还有3件镇馆之宝，永久禁止出国展览的。青铜铸文明1号展厅，青铜器之乡。哇，这个色调真漂亮，就青铜的这种叫什么青灰色，哎，就不摸了吧。金文周，郭沫若先生认为周字田中有种植之形。哦，密密麻麻的庄稼，这就是周字最初的一个字形。汝丁纹鬼，这个绣的不是特别厉害。你看这个铜的那个金黄色还是比较明显。我的天，这感觉好新啊，又新又旧的。我的天哪！嘿，表情包。正鼎。哇塞！尤其是这一件这个铜绿色特别的均匀啊，跟镀了一层釉一样。鬼盘，哎呦，这里面你看画了一个啥？画了一个眼睛，还有一个人儿，还有一个十字形的一个啥？这感觉像个装饰品吧？还说古代的钱？这个就是3件镇馆之宝中的一个来盘。哇，这大盘子！听说这里面的铭文有300多个字儿，好像是300多个字记录了当时周代的那个叫什么单氏家族，总共8代人，辅佐12代周王的故事。而且它记载内容和那个《史记》里面周代的那个记录完全吻合。大盘子估计都端不起来，得有10几斤估计。天鱼，我的天哪，这玩意儿好大呀！它那个直径得有80、90公分啊！42年来鼎，我的天哪，2个鼎，兄弟俩。哇，这个色泽相当可以，锈迹很少。你看，就是圈儿的边上稍微有一些锈迹，外面基本上没咋锈，里面就是完全没有锈。哇，这么多铭文！哇，这还有一个43年来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。我的天哪！这个43年来鼎，这7个。像7个葫芦娃一样，由小到大，这应该是一套。我的天哪！星轨，哦，发型不错，和懒羊羊那个头型一样。这个星轨在这儿直接摆了4个一模一样的，1、2、3、4，这还有一个。青铜器7大类型。兵器、石器、乐器、车马器、工具、酒器、水器，这么多呀！第2展厅周礼之邦，表情包，
这是个牛牛啊。宅兹中国3件镇馆之宝的另外一件何尊。3件镇馆之宝的第3件虎鬼，这其实就是一个大碗，装食物的。这太大了，它这个直径有1米多一点感觉。夔龙纹矛，这个矛头上面这个花纹好漂亮。这个编号是后来打的吧？32331482440。人面盾饰，又一个表情包。左边这是盖子，盖子的内侧有铭文。里面也有铭文。越人守门房顶。哦呦，这个小人在这守门呢。天子9顶8簋，诸侯7顶6簋。这个是鼎，这个是簋。上锅，下碗，至、绝、孤。这个簋看着有点新啊，新的有点假哎。民以食为天，周朝人确实对吃的很重视啊。这青铜器绝大部分都是这种食器，用来盛放食物的。固守龙纹尊，这应该也是个陈酒器吧？这个青铜器最原始的颜色，铜黄色，下面全是铜锈。革除人训，西周统治者全面禁止人祭、人奠基和人殉行为。这应该也是一个盛酒器，两边2个小兔子。郁郁乎文哉，从周。这话是孔子说的。这个塑像非常的鲜活呀。所状玉环，玉璧、玉黄、玉佩。啊，这个玉怎么是这个颜色？尤其这个颜色有点像铜一样。兽面金方炮，金代圣哦，昨天在那个秦雍城遗址那儿看到那个鸟，金鸟，居然是代圣啊！秦国虽小，其志大；楚虽僻，行中正。青铜本色标本，这就是青铜器最原初的颜色，非常的亮。很漂亮，后来在土里面埋了上千年，生锈了，就变绿了。我的天！爬龙来合，这个也是倒酒的吧？鱼脖双耳方作簋，四压鼎啊，这个小鼎好可爱。这小鼎也就是长度10公分多一点，高度也就10公分多一点，但是造型很精美。你看它上面4个角上4只小鸭子，这小鸭子还翘着嘴，老逗了。象尊盛酒器，哇哦！大象这鼻子开花了都。在这来逛博物馆，还遇到一位驴友，自驾的驴友。哇，这个博物馆今天下午转的确实相当震撼，因为以前我只是来周边溜达过，但是没有正儿八经的进去看过。这里面这青铜器确实相当震撼呀！前一段时间我在青海，是哪个博物馆来着？当时看那个青铜器，给我相当震惊。正儿八经回到我家这儿的这个博物院，才知道什么叫青铜器之乡啊！骑上我的小铁驴，继续出发。
在路边买了几个脐橙，我刚尝了一下，相当甜。让老板给我切成4眼儿。这可以，挺甜的，主要是没有酸味儿。第二个没有我刚刚吃的第一个水分大。这玩意儿糖分含量应该挺高的，吃完都粘手。吃一个脐橙，小小补充一下能量，继续出发。刚顺便还在那路边买了一个烤玉米，带到路上。半路吃，啥时候饿了再吃。接下来准备前往东边29公里之外的阳平镇，那个地方就是秦国建都史上的1、2、3、4、5第5座都城平阳。把车子放路边，说去买件羊毛衫去。前年买了个羊毛衫，到后来直接让我穿的。袖子也烂了，整个人太阳晒的都变色了。这我去买个新的给穿上，不知道能不能买到新的。夏天的时候我来的时候，人家秋冬款的羊毛衫都下架了。这一段算是宝鸡最繁华的地方了。小日本的牌子优衣库。行吧，就这件，试了一下大小正合适，直接穿上了。哎，我记得这个衣服我去年买的时候100多呀。怎么感觉涨价了？一下249了，好贵呀！宝鸡这边号称是青铜器之乡，又号称是中国泰都，而且也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。同时，它还有一个别称，叫西府。这是和渭南所在的东府相对应的，它俩一个在关中平原的西端，一个在关中平原的东端，所以一个叫东府，一个叫西府。像宝鸡本地的方言和西安还有渭南那边的方言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。像本地表示惊讶的有一个方言，就很喜欢说娘娘，娘娘表示很惊讶、很惊奇的一个意思，经常还可以用来表示那种夸赞、欣赏、赞美的意思。就比如说眼前这栋楼，娘娘，这楼咋这么漂亮呢？娘娘，今儿个天气挺朗的，好的。继续吃吧，一路向东。直升机，他们还在玩呢，你看，拉着那个尾烟，做特效呢。哦呀，可以，开的，哎呦，转弯了。
边看到一片很美的麦田。哦，从这好像可以进去。哇塞！这还种着一排，这叫什么？棕树还是棕榈树？你看夕阳斜照之下，农田、农家，北边的山，陇海线上的货运列车。东风村，这会儿走的这条路叫平阳街，因为这个就是原来的古时候的平阳所在地。日落时分，下午的5点40分。现在是走到了阳平镇东南方向直线距离3公里的东风村，这个村以前叫东王堡村，然后这地方也就是古时候的平阳城所在地。听说以前的这个阳平镇就在这个地方，但是60几年的时候发大水，把这个地方整个镇上给淹掉了，所以后来镇政府就搬到了西北方向3公里的那个地方去了，也就现在的阳平镇。看这跟前，全部都是绿色的麦田。5点40分太阳落山，这会儿刚好5点40，太阳正好落山。因为冬天嘛，冬天太阳基本上就是在西南方向就掉下去了，整个南部就是800里秦岭，这秦岭不止800里，得有800公里，隐藏到秦岭的西山下面去了。这个地方是古时候的平阳城，也就是秦人的1、2、3、4、5第5代的都城所在地。秦人最早第一个都城秦邑，第2个都城又迁回了他老家西泉丘，再然后东进关中，出进关中，翻过陇山以后，第一个地方是在千邑，也就是现在的陇县，那个算是一个临时的政治中心，但是依然是离这个关中平原的腹地稍微有些远。再后来又南迁到了千魏知会，再然后继续东迁，迁到了这里平阳。千邑、千魏知会还有平阳这3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是很久，要么10几年，要么30、40年。再然后又继续迁都，迁到了西北方向20公里的秦雍城，在那个地方建都整整300年呀，300多年好像是。哇，确实好地方啊！秦人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也曾经建过一个都呢？因为这个地方曾经在周朝的时候是周朝姬姓贵族的一个封地，处于渭河平原的中央，地理条件相当好。这一段河谷很开阔呀，这南北这河谷宽度可能得有10公里吧，10几20公里。然后北边20公里的地方就是周原，大名鼎鼎的周原，周人的发祥地。今天是农历的10月初9，天空一轮半月。今天晚上露营在哪儿呢？这个地方很开阔呀，随便找个地儿，看能不能找个亭子啥的，就可以搭帐篷休息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朋友们，下期再见，下期继续一路向东。